看到这条视频的人有福了，我有一个可能泄露天机的改命方法，只要你能认真地看完这个视频，你就能够从不幸福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的时候都带着一个账户，类似像银行账户的福气账户。有一些人经常说老天不公平，有些人生下来在一个穷乡僻壤，连个饭都吃不饱，从小很贫穷，念书没钱，生病没钱，人生悲惨。然而还有一些人生下来就在大富人家，从小就是锦衣玉食，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资源，还生着一副好脑子，最后世界名校毕业，创业成功，人生美满。你有没有考虑过人跟人之间怎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那是因为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带着的福气账户里面的存款不一样。有些人天生带来的福气账户就是负债的，这种人天生命就不好。还有些人生下来福气账户就是满满的，有盈余，那他生来就命好。那么有一些人来的时候，他是带着满满的福气账户，那么他一辈子不管怎么造孽作恶，难道他的命都好吗？不一定。他每做一次坏事，他每起个坏心眼，每割一次韭菜，他这个福气账户就越来越少。等到有一天他的福气账户耗光了，他的厄运就来了。当一个人福气账户耗光了，厄运会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个叫面目可憎，发现本来当大官的，头上有光环的，一旦被抓了以后，再出现在镜头当中，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如丧家之犬，看起来整个人就是面相都垮掉了的那种感觉。第二个叫众叛亲离，曾经一个人在非常光鲜的时候，身边很多朋友，人人都捧着，要什么帮助人家都给你，结果到了这个时候，身边的人都离开。第三个叫厄运缠身，一个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呼口气都能挣几千万，什么好事儿好像跟他都有关系，这个人叫做他运势好。可是你在运势好的时候不做好事，你会发现他消耗到没有的时候，运势没有了，喝凉水都会塞牙，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指的都是这样，叫运势耗竭，那就厄运缠身了。第4个叫官司不断，你看那些贪官一旦落马了以后，是不是官司不断？做生意的老板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老祖宗讲一句话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也有人会说，我身边就有那么一个人，听老人说他从小就做坏事，现在活到90岁了，怎么还没有报应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来的时候，他账户里资产太多了，所以他这辈子虽然作恶多端，可是他的福气还没耗完，一面享着福，一面做着恶。你不要觉得老天不公平，其实他只不过是余额太多，一直没用完而已。但是不着急，他耗不完会留给他的孩子继续耗，等到耗到他孩子耗完了，那这个报应就报到他孩子身上了。
老天永远都是公平的，从来恶一定有恶报，善就一定有善报。那么一个人生来带着福气账户是空的或是负债的，他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怎么样往里头增资产呢？让福报有好的轮回呢？那佛家就讲了要布施。所谓的布施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善事。第一个叫做财布施。财布施就是当一个人困难的时候，你出钱帮助他，这叫财布施。第二个叫法布施，比如说人家有困难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给他指明一条道路，告诉他该怎么做，传授他方法。所以要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多去帮助别人，不要吝啬，这积福。第三个叫做无畏布施。这个时候布施的就不是知识和方法，这时候布施的是一种智慧。当一个人他舍不得、放不下、悟不透、忘不掉，人生痛苦的时候，你能够点拨他，让他开悟，这种叫无畏布施，那这个功德就更大。但是这三件事情在做的时候，最好不可以有求回报的心态，也不要太有目的性。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可以说99.9%的人都没有福气，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做事情目的性都太强。你所做的事情，你一旦想有回报，那么你就开始有得失心，你就开始有目的性。只要你一旦有目的性，你想要求回报，你的一切付出的好事全部都被抵消了。什么样子的人会苦？有福报的人他不会苦，只有没福报的人才会苦。你如果在后天你很努力的去往这个福气账户里头去存资产，这个资产不是钱，不是能力，这个资产叫福报，你的福气账户就会越来越多。当你的福气账户到达一定的剩余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命也好了，运也好了，好事也来了，贵人也相助，那么你就能够绕过很多人生中的重大灾难。这既是在给自己积福报，也是在给自己的子孙积福报。这个时候又有人要说，我从小我就没害过人，从小我都愿意去帮助人，为什么我到现在又穷，事业也没有，婚姻也不幸福，我孩子也不好，身上一身都是病，为什么我这么惨呢？那是为什么呢？首先，请问你有没有真正的帮助过人？有的人就是这样，他虽然帮助很多的人，结果亲戚不看他好，还埋怨他，朋友结果还骗了他。那做这个善事是怎么回事呢？当他的亲戚埋怨他，他的朋友骗了他，他就开始骂这个亲戚不是个东西，咒他不得好死。这一些亲戚都是白眼狼，他们人心都险恶。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好报了吗？因为他根本没有在他的福气账户积累任何东西，他所有对他的亲戚朋友所付出的东西，都因为他们没有给他相对应的回报，让他产生一种埋怨的嗔恨心。他这个嘴本身已经没有口德了，讲出来的都是恶毒的话。他其实保持着一个他对别人好，需要别人回报给他的一种心，而别人一旦不回报给他了，
他就开始心生埋怨，还要去诅咒别人。如果你能了解福气账户的原理，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福气账户并不是我对张三好，那么这一个福气的福报就是由张三报给我的，因为这个账户不在张三身上，这个账户是在你身上。你对张三好又不求回报，即使他今天骗了你，他负了你，你也不心生埋怨，你还能够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你只是觉得我帮你就帮你了，然后你对我不好，你欺骗了我，那报应在你身上又不在我身上，所以我不生气，我不埋怨，我没有怨恨，我也不想报复他。那么这个时候你很棒，因为你对张三的好是真好，你的福气账户就增加，都在你自己的福气账户存资产。你的福气从来不是张三报你，也不是李四报你，而是老天报。这个道理的明白，那么老天怎么报你呢？说不定有一天你在路上莫名其妙认识个王五，你对他没有任何的好，他却成为你的贵人。请问这个贵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莫名其妙碰到一个人生的机遇，那请问这个机遇又是从哪来的呢？说不定你某一天你碰到了一种危难，然后你逢凶化吉，请问这个好运又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张三给你的吗？其实都是老天给我们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你对任何人的付出，只要你没有求回报的心，一旦没有得到回报，你也没有埋怨心，没有怨恨心，那么这个福气账户是积在老天的手里，最后是由老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报给大家。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宇宙的原理，宇宙的法则，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老天永远都是公平的，从来恶一定有恶报，善它是一定有善报。金刚经有云，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在布施方面应该是无所住心而行于布施，也就是要做到三轮体空的去布施。不管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等，布施的一方，接受布施的一方，布施的这一件事，三者都是空掉的，都是没有先决条件，没有欲求的心在做。而心不住各种法相去布施的话，这样得到的福报功德很大，不可思量。灵妖布施于人，福德无量。布施即以福利施于人也，使他人得到利益，不论是用我们的智慧、知识、财力、体力，或用语言鼓励人、帮助人，只要能让他人从困难中得到利益与救助，都称为布施。财物布施能使众生的物质生活改善，佛法布施能使众生的精神生活充足，无畏布施能使众生铁肩担道义，择善而从，勇猛直前。布施不仅能利益他人，也能使自身获得极大利益。一方面，布施能帮助我们破除牵连，凡夫贪着财富，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往往因牵连而不愿施舍。
哪怕是平日几乎用不着的物品，一旦要送出去，又觉得它重要起来。布施正是克服牵令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布施还能广种福田，改变贫穷之因。凡夫目光短浅，以为布施一点自己就失去一点，殊不知布施就像农民播种，每一粒种子都会带来丰厚的回报。02接受布施，随喜发心，而接受别人的布施不一定会损耗自己的福报，主要还是取决于心态，也就是发心。接受他人的布施，对布施的人来说，你就是他布施的对象，是在成就他人的培福之发心。而在你需要得到帮助时，不以贪求之心，发慈悲心，乐于接受他人所给予的帮助，这样不但自己得到了需求的帮助，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他也做了相应的善事，成就了福报，彼此之间成就一段施与受的善缘。而自己得到帮助的同时，也将这份发心根植于内心，将来以同样的发心帮助他人，回馈社会。这样的接受布施就变成了互相成就的布施。如果因为担心不敢接受他人的布施，对方没有布施的对象，就无法圆满成就福田，对于他人来说也是种缺憾，无法成就发心。03施与受同为布施。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这样的环节：无尽意菩萨有意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供养。后来佛陀相劝观世音菩萨，既然想慈悯众生，那接受供养也可同样慈悯，将供养分作2分，一分奉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所以我们用慈悲心接受他人的布施，并将这份布施和发心转化出去，以帮助更多的人，同样是在增长他人的福报，这份发心也是在增长自己的福报，何乐而不为呢？金刚经中也说了，知道布施回馈的最高标准以后，就会积极精进地去努力做到心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也就会逐渐接近并最终证到阿罗汉的世界。佛说8大人觉经中的第6觉知，贫苦多怨，横结恶缘，菩萨布施，当念怨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这是对于贫苦多怨的一种觉察觉悟。每个人都有很艰难的时候，但困难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暂时缺乏布施的能力，那就去接纳他人的布施之心，以感恩的心态去开启我们自身的布施之心，这样才能真正利益社会，从而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以一种冤亲平等的觉悟接受别人的布施，也是具有智慧和爱心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极乐世界，清净的世界，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来自一颗清净的心。愿我们都能清净布施，积累无量功德。布施是一个完整的法门，修布施修到最高境界，
就是无我，无我的当下就与佛菩萨相应，与万物同体。如果你把布施这个法门修好了，你的功德福报就圆满了。布施到位，心灵就能净化和超越。佛教有个词语叫四摄，第一摄是布施。布施并不单指布施钱财，而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比如两个人在竞争或者吵架时，你退让一步，这就是布施。你见人就微笑，也是布施。你为别人开门、让路、让座都是布施。一个人能布施，就等于能把自己的腰弯下来。当一个人能屈尊弯腰，谦恭礼让，处处为他人着想时，他就能时时处处获得主动权。你在前面就是在后面，你在后面就是在前面。通过布施，可以把一个人的心量打开，广结善缘，化解恶缘。当一个人把布施做到位了，他的心灵就会得到净化和超越。为什么我们不能广行布施呢？就是凡事太在意了。为什么会在意呢？心里有一个贪字，什么都看不破，放不下。有时候可能看破了，但是放不下。看破是明白了道理，只有真正做到了才是功夫，才是境界。很多时候道理我们都能理解，也都会说，但在现实生活中，说和做是两回事。佛教的思想教育也是如此，分为两大块，一是理论，二是实践。首先在理论上通达了，实践时才会做到事半功倍。但是也有很多人理上都明白，就是做不到，所以也就无法受用。就像在社会上做事，有的人很会说，但是一让他做事，他就推三阻四，敷衍了事，因为他的心都用在说上，用在理上了。所以能否管住自己的身口意，要看实际行动。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一个人相对能做到布施了，接着就是佛家四摄的第二步，爱语，也就是讲话比较有爱心，不针锋相对，说话不伤人。当一个人有口德时，他心中的贪念和嗔心自然就没有了。有时候我们为了一句话争得面红耳赤，还以为自己说话很留情，实际上已经伤到别人了。社会上不是有一句话叫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吗？所以佛家告诉我们要用爱语的方式来说话，要修口德，众生同体，共享佛果。光有口德还不行，还要力行。佛家的四摄之三，也就是你做的事情要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你光利益自己，不利益他人，他人也不会认可你，你的心灵也不会解脱。一个人要成功，首先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只有被认可了，你才会真正感到自己成功了。倘若社会不认可你，身边的朋友不认可你，你是感觉不到成功和幸福的。因为人是同一体，息息相关的。不是我做事，只要我自己感觉好就行了。你自己感觉好，但是身边的人不认可你，不支持你，最终你也不会有好感觉。
表面上看人与人都是各自独立的，彼此之间并没有关系，实际上内在都是相连的，包括每一个人的幸福也都与周围的人息息相关。一个人是不可能幸福的，所以我们在管好自己的同时，还要引领身边的人。如何引领呢？就是做利益他人的事情，这才叫力行。要想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就要与众生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抛开众生，抛开身边的人，就等于抛弃了社会。抛弃了社会，就等于把自己抛弃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不去享受他的佛果，还要到红尘中去普度众生呢？因为佛的悲心是无限的，他感受到与众生同一体，而且深深地认识到他之所以能成佛，是因为得到了众生的支持。就像一个人成功需要很多人帮助，为他提供环境等诸多因素一样，否则他不可能成功。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不去享受他成就的果实，而是与众生打成一片，把果实分享给众生，告诉众生，你们按我说的方法去做，也会像我一样解脱幸福。环境就是你我他，净化自己就是净化环境。一个成功的人要学会与身边的人相处，这就是佛家的第四舍。同时，现在社会上的人都说环境不好，环境是什么？不就是你我他吗？没有了你我他，哪里来的环境呢？环境是好是差，直接因素就是你我他。当一个人做到四舍时，自然就管住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也就净化了自己。这时他就能影响和净化周围的人。如果大家今天能记住佛家的四舍：布施、爱语、力行、同事这四步路，回去后和家人、同事、员工、上级肯定能相处好。转化欲望从布施开始。人的欲望应该如何转化，如何提升呢？就是靠佛家的四舍。倘若人的欲望真的能满足，我们不妨放纵一次去满足它。但事实上，欲望是永远都满足不了的。既然满足不了，那怎么办呢？佛家讲欲望是一种能量，你可以转变它。当你把它放在左边，可能它就是一种低俗的欲望；当你把它挪到右边，它就变成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所以关键在于你把心放在哪里。佛家特别注重一个转字，比如贪、嗔、痴，每个人都有，它可以是一种破坏的力量，也可以是一种催人奋进的动力。人做好事往往也是因为贪嗔痴，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当你过了度，转化不了它时，你就偏离了主道，它就变成坏事了。刚开始你忽略了它，没有完全把握它，到了一定程度你就转化不了它，它反而把你赚了。所以佛家一开始就让人从心灵入手，教导人广行布施，布施微笑，布施体力，布施智慧，布施财力，什么都布施出去了，你的心灵就净化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
回复一句善行布施，福报相随，愿你好运连连，善缘不断。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